作别漫长冬夜，不为英灵伤痕，在泪水与笑声中走向下一个时代。大家好，我是朱爱本。海九安1052话，新的早晨已更新，前所未有的事态正在发生。北野继续短期连载，杰尔玛无感情海游记第14期。杰尔玛军团在比格曼的城堡内无人可挡，正在优雅地离开爆炸点。雷九突然一扭头，发现了躲在墙角处的凯撒·库朗。蛋糕岛事件后，他似乎还滞留在这座岛上。正片开始，和之国最终战报跨越大海，飞抵红土大陆上的圣地玛丽乔亚，世界权力中枢为之震动。尼卡终于出现了吗？四皇中的两人被同时击败，这不是我们能压住的情报，消息瞬间就会传遍全世界的，时机真是糟糕透顶。眼下该如何处理？对意想不到的事态以最猛烈的方式发生，吴老星措手不及，再次联络和之国近海的舰队，确定巨象已经消失了吗？是的，消失在了迷雾中。那个到底是？听到象主消失的消息，吴老星总算能稍稍松一口气，这意味着和之国还没有开国，目前依然是铜墙铁壁般的要塞。也就是说，他们根据现在的状况改变了计划吧？看来有个敏锐的人在。这样的话，通过派遣大军进行支配，这一方案也不可能实行了，至少能把尼可罗宾给带回来吧。当然 ，CP0 忐忑不安地接受任务，正准备放下电话虫，话筒内突然传来另一个呼唤的声音。政府舰队的电话虫竟然受到了干扰电波的影响，话筒内断断续续蹦出几句话 ：CP0，我说你们啊，都待在原地别动，我亲自过去。神秘人物正在逼近和之国。跨越了漫长冬夜，从20载的暴政中重获新生，光月家的胜利令整个国度沸腾。鬼岛城堡的废墟内，两位老友再次重逢，却是一样的狼狈不堪。德雷克，你小子是海军吗？你觉得我会回答吗？就为了问这个吗？这个样子真够悲惨的啊！你不是通过占卜得出只要不背叛海多就会安全的结论吗？我在面对那个怪物时，意识到要是反抗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成为了凯多的手下。但基德他们就算知道会死，也还是继续抵抗了。就算我能预见他们的胜利，事到如今，你以为我还会向基德摇尾乞怜吗？身为最恶劣世代之一，霍金斯咬牙守住了强者最后的尊严，吞下败北的苦果。德雷克不禁想起，就在今晚宴会的骚乱刚开始的时候，他曾经怂恿霍金斯叛变，但霍金斯毫不理会自己的提议，只是占卜出了一个结果：某个男人活到明天的几率是可悲的1%。你之前占卜的那个男人到底是我自己。霍金斯恨恨地说完最后一句，彻底倒下。面对无处可逃的命运，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但即便只有1%的几率，也有可能成为引发奇迹的开端。鬼岛决战已过去7天，和之国万象更新，重新赢回生机。火祭虽然已经结束，但庆典还会继续下去。祭典的装饰不要拿下来。好自助殿下，啊不，按照将军的指示，明天好像要开盛大的庆典。学堂内孩子们有了新的老师，曾经扭着脖子上课的沙罗曼蛇已经彻底离去。从现在开始，我会把之前歪曲的历史统统修正，然后把真正的英雄历史交给你们。孩子们大吃一惊，老师已经热情开讲。首先第一堂课就从豪爽奔放的热血男儿光月玉田开始讲起。光月一族的故事抖出历史尘埃，重新被国人所熟知。那些为了光复之战蛰伏隐忍的志士们，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名誉，真是让人吃惊啊！和之国第一美女小紫，竟然是玉田大人的女儿。把她从燃烧的城堡里救出来的是那个河童和松。这是个忠诚且美好的故事。一直暗中守护百姓，名为宽四郎的侠客，其真实身份是赤脚九侠之一的传次郎阁下。尽情畅饮的干净的水，发自内心的真实的笑容，与英雄们的传说一起流传着。桃园农场内，人们又忙碌起来。这里健康而丰富的食材，重新造福着所有百姓。听说了吗？打倒凯多的男人是那个叫乔伊波伊的战士，对吧？不过好像已经不在这个国家了。真想见一面啊！这位跟刀神大人齐名的英雄。林后禅师之墓外，漫天雪花飘零，埋藏所有喧嚣，静静抚慰着沉睡的英灵。何松和警卫们坐在罗马的祠堂前，思念着逝去的同伴。要建一个新的祠堂，就像刀神龙马一样，在这个能一眼看见花之都的丘陵上，祭奠玉田大人以及那些为国家奋战的诸位大名们，还有阿修罗和乙藏。为了掩护同伴撤退，舍身挡住爆炸；为了拖住敌人脚步，不惜以命相搏。那燃尽热血的坚韧武士，也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鬼丸一声低吼，似乎在向何松问好。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侥幸活下来的我们，迟早有一天也会躺在这里的，你说对吧，鬼丸？警卫们看向一旁的马尔科，询问在这里安葬乙藏是否合适。马尔科若有所思地回答：“当然了，故乡的土地再好不过了。我又一次被留下来了啊！在下的人虽然活着，但是，即便我们活着，可要是英雄们有个三长两短，那也活得毫无颜面了。祈祷他们平安无事。”花之都将军府屋顶时不时传来一阵肚子咕咕叫的声音，大河正在坚持着什么。肚子好饿啊！不饿，我一点也不饿。将军府内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酋长大人，酋长大人！路飞太郎和索隆十郎他们醒过来了！”日和一个飞踢，直接将桃子踹飞，顺便送上那最振奋人心的消息：
撒娇按飞踢的习惯还是没改，虽然不痛。有南方带二人组呐喊着灵魂残血复活，将军府内的愁云一扫而光，伙伴们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大家连忙端上好酒好菜，犒劳两位拯救国家的大英雄。路飞、索隆，你们醒了？路飞醒了吗？布鲁克弹起音乐，娜美正在教护子读书，毛皮族两位医生收起药箱，伙伴的心声是最好的慰藉，这里不再有需要治疗的伤痛。路飞、索隆，你们别吃的太多了，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如果你们醒来，就整个国家一起开宴会，就今天吧，如何？大河抱住路飞，路飞盯着桃子，桃子看着索隆，索隆头顶着乔巴，大家面面相觑，一言不发，低头又狂吃起来。桃子急了，为什么不认识在下？在下是桃之助啊！哎，你都长这么大了啊，身体看起来挺结实的嘛，玉田的血脉这么厉害吗？让我打一下试试！哇，快住手！桃之助哭喊着，又想像从前那样扑到娜美怀里撒娇，娜美毫不客气，认真一拳直接打飞，给我滚开！桃之助倒在边上，解释说自己今年才8岁。娜美这才回过神来，虽然被铁拳打飞，桃子依然不觉得疼痛，引来路飞和索隆的赞叹。那家伙身体果然很结实啊！这句话一听就充满故事。山治和布鲁克在一边狂笑起来。这就是大人的世界，桃子，别以为你还享有过去的特权。大河也忍不住来到桃子边上，拿起一个碟子放在她的头上，内在是小孩，外表是玉田。不要每次一看见我就拿碟子放我头上啊！非常强壮的身体，要感谢父母哦。你一定会成为这个国家首屈一指的武士，这个我会努力的。大河，祭典之前我们先去洗澡吧。你的祈福仪式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大河正在埋头吃着饭团，早就饿坏了。盛平向路飞解释，和之国有着向神佛祈愿，在愿望成真前必须忍耐不做某事的习俗。于是大河决定在路飞和索隆恢复精神之前，不吃饭也不洗澡。这样啊，谢谢你大河，托你的福，我们有精神了。真是个善良的孩子。索隆看着自己的身体，虽然昏迷了7天，但似乎身上也没有那么脏。日和开心的举手回答：“我每天都有帮你擦拭身体哦。”山治的怨念燃烧出熊熊火焰，虽然得到了钢铁般的身体，却失去了全部。这就是名为杰尔玛的诅咒吗？绿藻头，我找你有点事。这句话反倒提醒了索隆。就在鬼岛生死决战之前，山治曾对索隆说过，如果之后自己的身体变得不正常的话，就由索隆来解决掉他，是吗？你果然，为了杀你，我特地从地狱赶回来了。不用麻烦你，那个已经解决了。草帽团二傻一个转身，打出了激情的火花。娜美准备去洗澡，却听到奇怪的话：“娜美，城堡里是没有婚浴的，在下可以与你们一起吗？”城堡岩石澡堂内，欢乐时间到了。南澡堂这边是狂欢的海洋，这是做梦吗？大河，你水温刚好，洗完澡开宴会，太棒了！路飞带头胡闹，大河一边应和，索隆喝着小酒，乔巴差点呛水。见过世面的桃子羞红了脸，没见过世面的布鲁克吓得惨白。猫和鱼的大哥组合笑得最欢，唯有山治鼻血火箭，直接保送欧布路。另一边的女澡堂又是别样的香艳光景。男澡堂那边好吵啊，小女以后也想变得这么妖艳。以前常跟玉田大人还有大家一起共浴呢，和其他男性一起还是太害羞了。小菊还是和以前一样，现在反而我的岁数比你更大了。宴会的消息传入都城，大家又欢呼起来，让我们重新庆祝一次吧。光月家的归来，快去联络各乡的人。突往长营港边，又是另一副忙碌的景象。记得海贼团的维多利亚朋克号、红星海贼团的极地潜水号以及草帽海贼团的万里阳光号正在岸边检修，总算是修好了啊！这下可以出航了。弗兰奇将军也恢复原样了，和之国传奇木匠港友也加入到了这场修复行动中。威风凛凛的钢铁海贼，散发着每个男人都无法拒绝的浪漫，已经俘获了一大票米蒂，那个超帅的，对吧？你们别跟他们混得太熟了，直到顺利出航前都不能松懈。情报不知道从哪里泄露出去了，肯定会传到新闻屋的耳中。我们现在是取代了4皇的人，已经被全世界盯上了。说的没错，匕首的国家，外面看不见里面，但我们也同样看不到敌人的动向。搞不好船长他们的悬赏金会变成前所谓的数字也说不定。话音未落，一阵奇怪的响声传来，蛮霸者伊美赫然出现，掌中拖着的是前百兽海贼团情报专员阿普。没错，情报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传出去的，我也不知道。不就是你干的好事吗？讨人厌的家伙！你们在意的悬赏金我已经拿到手了，要看吗？全部都写着呢。阿普一脸坏笑着，将报纸丢在基德面前。你们的悬赏金以及那些被称为海上皇帝的人的名字。此时的和之国近海处，一个身影正在从空中逼近。你这家伙现在到底在哪里啊？我都说了，萨卡斯基先生，我在空中啊。哪里的天空啊？已经看到和之国了。绝对不要做多余的事，听到了吗？绿妞，我知道啦，真啰嗦。迫近和之国的最高战力，花影之下是难以捉摸的正义。以上就是海贼王1052话的全部内容啦，下周不休刊。作为和之国篇的倒数第2话，本话尾田聚焦在故事收尾，向主离开和之国，霍金斯、德雷克去向，佐隆三世复原，以及和之国的变化等等。在结束一个故事的同时，又留下了未来的悬念。
大河这边渔草帽团也越来越亲密，而大家最关心的悬赏金和宴会则放到了下一周。末尾海军大将绿牛的出现更是迷雾重重，直接把1053话的期待值拉满。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敬请期待。